凯瑞，你曾经告诉我一句话是：危机就是商机。吴董常常讲说，丘吉尔讲，你绝对不要浪费任何一个危机。你说这个东西对台湾来讲，当然会有威胁哦。每天这么多的尖兵卫星，每天在台湾的上空要侦测台湾所有的走向，可是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里面，台湾、日本、美国这些国家，我们就要结合一个所谓的卫星大联盟。我们真的在这个产业里面有我们的一份吗？各位不要以为说我们台湾没有什么太多的成体的卫星，比如我们台湾虽然有气象卫星，我们卫星有分低轨、高轨跟中轨嘛，那我们大概有一些气象卫星，可是我告诉各位，包括美国在内，我们台湾的卫星的零组件，是非常关键的地位。我们有零组件。我问各位一件事情，大家有没有去看过大家们看过那个电影啊？我忘记那个电影是哪个电影，就是就是等于说他们俄罗斯太空人要修的但是修不好，对啊，Made in 就是台湾的，对，就是台湾的，知道？他就到最后很紧急了，就是用敲的，对不对？结果他说怎么都有什么零件，他拿那个手册都是 Made in Taiwan。对，我告诉各位，真的是台湾真的是在这个零组件方面，我举个例子我们说你要今天打进去这个所谓的卫星的产业链，需要时间，所以说你不是对。认证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刚刚庭辉有提到，就是说包括第一岛链，你不要以为说菲律宾、泰国那些都是他们本土厂商，很多其实是台商到那边去设的厂商。原来，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泰国本来是所谓的这个东南亚的底特律，它是做 PCB 板，对不对？其实有很多台商在这边的 PCB 板已经开始由车用转为到太空的 PCB 板，更何况是我们台湾本身。像我们说马斯克，他在这个地方，他 SpaceX， 他希望在他生日之前6月份的时候做一个 IPO， 把 SpaceX 跟他这个上市对 XAI 来做一个结合。那 SpaceX 在这个最明显的就是说 Starlink 这个太空链里面，我们台湾最有名的，本来做苹果，其实有一家公司，比如说像华通，本来做苹果的 PCB 已经感觉到没有什么它的股价已经成本很久。最近这半年来，哇，这个飞龙在天，为的是什么？就是因为它是 SpaceX 最主要的这个 PCB 的一个龙头的供应商。还有，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整个的一个低轨卫星里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最重要那个所谓的一个微波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元件，频率元件谁做的？我们台湾的昇達科所做的。那也就是说，在台湾，你要知道一件事情，马斯克在这个地方目前在这个所谓的低轨卫星，但我们之前有提过嘛，低轨卫星。这次的战争看得很清楚，最主要就是在这个无人机跟这个通讯。那因为美国在5G 已经落后，所以他跳到6G。6G 很重要的精神是什么？结合这个卫星。那就是跟马斯克来做一个结合，在低轨卫星在这边做个结合。SpaceX 在这个地方，因为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当时马斯克特斯拉没有人理他的时候，在台湾对。第一台帮他做出来是台湾，所以他对台湾的供应链的一个韧性，他是非常有深刻印象。所以说呢，虽然说马斯克当时呢在这个地方，他在政治立场上面是比较轻松的，可是他对台湾的供应链，他从来没有忘怀掉。所以说，其实马斯克最近 SpaceX， 你要知道，他现在目前只打进去大概1到2万颗，他的目标是打进去多少？100万颗。所以说后续有这么大的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刚开始，低轨卫星的寿命是5到7年。也就是你5到7年就必须要来做一个更换，对，所以这个供应链是源源不绝的。如果说按照这种所谓的太空军的一个计划来讲，那刚好又配合到非常有趣哦。我们之前来节目的时候有说过，那个高市早苗在上任首相的第一天，他就说把这个所谓的钙钛矿跟这个核能列为国家的重要战略能源。马斯克就在差不多时间点，马斯克就在拜访中国大陆跟台湾有关于钙钛矿的相关的厂商。对，可是大家去思考一件事情。川普会容许你把红色供应链弄到低轨卫星、弄到太空上？不可能。所以说，马斯克这个到中国大陆拜访归拜访，但是到最后呢，我相信台湾的供应链对，因为我们台湾在低轨卫星上面，除了我们所有的硬体，包括 PCB， 包括了工业电脑包括了这个所谓的一个射频元件，还有包括我们地面更是强劲，我们地面的网通设备几乎是台湾占了80%-90%。对，那可是呢，在太空上面这一块来讲的话，我们台湾有没有利基？有。而且有个非常大的新的利基，也就是说，今天低轨卫星在太空上面要能够运行的漂亮，5到7年，你的那个所谓的太阳能板。卫星太阳能板吸收太阳能，我为什么需要钙钛矿？因为以前是细基板的这个转换率大概只有30%，但是很容易坏。钙钛矿它可以让这个卫星在上面来讲运行大概约莫在这个10年左右。那如果说一颗低轨卫星平均5到7年，代表什么？它不会因为卫星的寿命这个不会因为它拖累，对，不会拖累它这个卫星寿命。而且在这个地方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马斯克的这个我们说卫星上去是不是要火箭打上去？对，火箭打上去，我们台湾每次发射卫星都是要到拜托澳洲，拜托日本其他国家帮我们发射上去。马斯克的猛禽是火箭最厉害是什么？可以回收。那马斯克那个火箭啊，那个下面那个喷射圆锥形的喷射嘴，其实就我们台湾的影子。对，我们台湾的东台有一家公司叫荣田，其实在里面就是这个很重要的那个那个火箭喷射猛禽火箭喷射引擎那个喷射嘴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零件。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虽然没有说一个所谓的具体的，比如说卫星公司产业，可是我们有很完整的供应链。我们的钙钛矿目前能够做的只有日本、中国、台湾跟南韩。可是做的最好是谁？是日本跟我们，因为我们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发展。我们台湾很难得有产业是在跟日本一样，是处在元年，就是说2025年叫钙钛矿元年，元年时代我们就已经很有基础了。所以说将来在以台日合作的基础之下，你可以看到高市早苗把它列为这个战略能源，对不对？然后为了就是太空卫星，刚好马斯克也在积极的拜访，所以这一块不仅是原来旧的硬体的零组件，连新的这个材料，我们台湾都有一席之地。好，另外几位。刚刚讲，现在中美的战争是无处不是战争，上穷碧落下黄泉。刚刚讲的太空的这个战争，但我们的太空中心就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另外一个，我没有想到说，最近智利都反了。智利本来有时候我看了新闻说，那是因为樱桃本来90%卖给中国，中国现在价格不好，所以他们觉得不爽。所以你说它才不是这样子，樱桃只是一个借口，只是一个幌子。原来最关键的是中间的锂矿就牵扯到电。还有中间的海底电缆，你说这个战略战争在2025的美国战略报告里面已经讲，西太平洋门罗主义，美国的后花园不可以让中国来插足。现在刚刚讲委内瑞拉已经拿回来了，巴拿马已经拿回来了，接下来变成智利了。对，智利就是川普下一个目标，而且现在进行式已经在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的总统已经就任了，叫卡斯特。卡斯特他是右派的，跟川普的政治理念完全是一样的。那除了卡斯特上台之后呢，其实更重要的是一个东西，就是刚刚你提到的锂矿的部分。他现在讲求的叫民主锂矿，他们一个概念锂矿都有民主，对，叫民主锂矿。什么叫民主锂矿？他说我今天如果卖锂矿给中国，那个只是要赚钱而已。但是如果锂矿卖给了美国跟欧美国家，那个是可以确保我的国家安全以及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所以不只有赚钱而已。所以现在它的民主锂矿里面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它的电池计划，它要把中国的势力赶出去。所以它现在已经转而不卖锂矿给中国，不卖了。现在因为中国制造电池，它就是一个大国，它现在要制造电池的话，为什么不由智利自己来制造电池呢？而这制造电池呢，就由马斯克除了在墨西哥的这个所谓的制造这个特斯拉的这个中心之外，他现在马斯克也计划到智利去弄一个所谓的电池的一个所谓的计划中心，也就是说，你生产锂，我干脆在这个地方生产锂电池。就是电池组装组件的一个研发中心，现在马斯克已经决定跟智利这边来合作，那将现成的锂矿直接就是由马斯克这边特斯拉他们来进行一个这个低成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制造，这时候就跟中国来进行批题。但是同时我要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知道在中南美洲锂矿很多，那中南美洲锂矿就是玻利维亚跟这个智利。如果我可以把你的智利的锂矿给卡住的话，那你中国如果要生产这个所谓的锂电池，你就少了很多原料了。那现在这个智利总统也想到一招，就是中国企业有可能借由投资智利的方式，又来掌握智利的相关锂矿，所以他现在也设下门槛，让中国企业第一个环保标准提高，你不能因为你的环保标准不足的时候进到我这里来。第二个，你的行政干预表面上没有说不能中国企业来，但是行政干预就让中资企业不能来投资。再来一件事情，就是最近来讲。今天很好笑，本来1月底的时候，他们的电信交通部门跟中国的华为，他们已经签署了一个海底电缆193亿，大概新台币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案。但是现在这个海底电缆线呢，已经被撤销，2天后就被撤销，而且呢，到智利政府跳出来说，不好意思，我的合约印刷错误，所以我是基本上来讲，我要重新来。用印刷错误说合约无效，就是不要跟中国进行这个所谓的 cable 方面的一个合作。所以我们在2025的这个所谓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里面，他特别提到了门罗主义得到西半球，然后特别提到这个地方要有美国，别的不能插足，特别提到中国。
他现在真的已经把中南美洲的这些中国的势力一个一个踢出去了吗？是一个一个踢出去，阿根廷，然后智利，现在可能下一步，比如说厄瓜多或者是周边的几个国家，那现在最棘手的，包含像乌拉圭、巴西这些国家，可能是后面川普这要处理的。那古巴呢，可能是下一个，但是古巴来讲的话，现在他根本没有任何筹码来跟美国对抗。这个时候来讲的话，我们就看到中国的一带一路也好，中国在中南美洲的影响力也好，逐步的对川普踢出去了。所以吴董，我看到这个样子是，川普也就是美国真的在中南美洲对于中国的坚壁清野。对，那个西半球哈，我们都看过嘛，在上次 NASS 的报告里面哈，西半球是它的后院、后花园，是他自己的地盘啊。西半球的严重性远超过台湾嘛，所以他昨天还开了一个大会啊，他把所有的这些中南美的这些元首，总共召集了13个元首。全部是右派跟极右派的，他连召开这个会是干什么用，你知道吗？他要召开这些家伙啊，那些家伙把他当神啊，因为全部是右派嘛，他是右派老大嘛，他说我们要一起团结起来干什么呢？跟左派挑战，挑战什么你知道吗？他要挑战卡特，他墨西哥这个国家，墨西哥是他跟他友好国家，对，他墨西哥的这个毒贩的势力的卡特啊。比他墨西哥政府力量还大，所以我们大家团结起来，用军队去扫毒，所以他花样多了。他现在他这个部分呢，已经搞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一搞起来，他把所有的左派清出西半球，这最重要。他的概念是清楚的。他过去有很多在中南美最多就是有一些很多什么商地游击队啊，奇奇怪怪的左派很多啊，现在全部要扫荡掉，在他手上全部，而且这些人这些左派。一定程度的都是其实跟贩毒，右派也跟贩毒有关，但他就准备用军队去排除这些毒贩的这些卡特，而且最大的毒品的原料是什么？最大的毒品是哪里？是中国来的啊，对不对？目前一年在美国死亡的到7到8万人啊，全部是芬太尼啊。那芬太尼是哪里来的？中国给谁？就是给这些家伙啊，就是给这些西太，他恨死这些人啊！那你们每一个人都跟我要钱啊，跟我捣蛋，然后还贩毒，全部是你们贩毒弄到美国，美国一年死好几万人。所以这个就是西半球策略哈，它很快今年就会结束了，它不会，因为它就搞到底了嘛哈，然后再来一个不重视的地方，就是所谓的西太平洋嘛。对。这2个地区是它主要的地区了。那中东的石油，它目前来讲的话，陷入它的危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